很多人就不知道食物背后的一些简单的原理啊、制作方式啊、经营的理念啊，往往就是忽略这些简单的东西，我们只是很表面的在看它。我煮的沙爹哈，67年了，这就是对沙爹。咕噜米就是你拿米来咕噜咕噜咕噜，加香味落去，叫做咕噜咕噜，很香。料我们什么都是有称过，不会说今天这样子的味道，明天这样子的味道。我们的卤汁是讲究汤头，卖完了然后有汤头，我们就再加料、加水、加药材，然后再复制。沙捞越的古晋是去年11月正式被联合国呢划分为这个 Creative City of Gastronomy。这个美食之都呢，以3个最主要的环节作为他们的考量。第一点就是在地的文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 sustainability， 他们在永续经营这一块呢也做得非常好。他们比较注重这个创意料理的精神，这也牵涉到就是一个食材、一个食谱。它从一个世代传到一个世代，它当下的那个传承的精神有没有加入创意的元素？我的奶奶在做的时候是1970年代开始做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然后到我爸爸的手上然后还有改良，把那个汤头越变越香了。我们家的里面的材料也是越加越多，跟人家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目前为止，古晋里面还没有第2间这样子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沙捞越拉萨最特别的就是它的汤头，因为单单是它那道汤头呢，需要用超过30多种不同的香料，包括南姜啊、肉蔻啊，它很大的一部分汤头的味道就是源自于这个 coriander seed， 就是元须仔。在印度的梵文里面的拉萨是代表很多的数量，也就点出了为什么拉萨是用这么多种香料。老雅根那一带呢，都是潮州人的天下嘛。那上帝庙就是他们最典型的潮州人的一座寺庙。当这些人来到这边落地生根的时候呢，他们在文化上还是需要有一个认同感。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需要打下那个根基的时候呢，最容易凝聚力量的呢，就是还是通过同族的人，他们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潮州人的一个据点了。在我爸爸公公那个年代，他们是从中国来南洋白手起家。其实龟爪是我们潮州一种家常菜，我们就用自己的潮州手艺的龟爪做一个档口做生意来养家糊口，所以慢慢就演变成沙捞越古晋人的接受的口味，一直维持到这样的口味，就是保持在我爸爸那个年代的龟爪。我从12岁做到今年22，已经有10年了。我爸爸教是蛮严一下的，像老板跟下属的关系啦。一碗龟爪要好吃，你的肉、猪肠这些你煮的要刚刚好，不能够太熟，也不能够太硬。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个人间味，以人情味，以这个有故事性的东西呢，把它再提升到一个层次。然后第3个。这个就是人间的酸甜苦辣。哇，40多年，我是第1个带的，还有3个这代是别的地方做，什么都要自己做，炸葱什么都要自己做的。一定要有炸葱，要有叉烧肉圆，其他人要加料都是 special 的啦，味道要放重一点，也要烫要重哦，不要过头绵就不好吃了。很多时候呢，食物就是缺乏什么？缺乏一个 curation， 就是把故事的生命力呢，再把它还原到餐桌上。因为我觉得以故事入味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吃得更加津津有味。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道菜，那个以后呢，也有它很不可告人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那我觉得要发掘这些东西呢，就是希望这些业者他都能够站出来讲跟分享。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珍惜嘛。我就新加坡穿落来咯，那面包新加坡改嘛，特色是那个可能是酱啊，还是那个沙爹的味道咯，也较香啊那样，那下就能酱那样咯。每天都新鲜的，自己去拿的啊，对，猪腿肉对，腌制啊，3-4个小时啊。如果是改变成电炉的话，就没有人要吃了嘛，因为它的口感不一样嘛。如果你是用那个炉的话，就可能它的口感会比较不好。有试过，不过就它的口感没有很好。街头美食的魅力就是它快又不复杂，然后价格也比较公道化。摆盘方面是其次，反而是它的料理的精神，那个理念要在那边，那个必须要坚持。在我们很多大城市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愿意负起这样的责任，把食物的传承做下去。这一点是我觉得在整个古晋的人文美食方面呢，我还看到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还是有年轻人愿意去付出。当旅客大量进来的时候呢，这些业者他是不是能够还是保持着他们的初衷、他们的理念？他是不是不会为了因为想要在商业上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牺牲掉他们的这些理念跟初衷？这个是我比较密切关心的。